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台湾会被称作全球最难攻打的岛屿。有些军事迷可能听过这样的说法，中国解放军3天内就能武力统一台湾。然而，这种3日攻台的论调，不仅台湾人听了觉得可笑，连许多国际军事专家都摇头不信。事实上，连美国五角大楼在多次军事推演后都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台湾是全世界最难被攻下的岛屿，不是之一，而是排名第1的难攻之地。既然如此，为什么北京当局70多年来扬言解放台湾，却始终迟迟不敢动手？今天就让我们从头说起，深入探讨这背后盘根错节的真相。首先，我们来破解几个常见的迷思。有一种说法认为，台湾军力远不如中国大陆，一旦开战就是螳臂当车，瞬间被消灭。这种想法其实混淆了攻防态势。防守一方往往有地利优势，即使兵力较少也能以寡击众，以守待攻。台湾并不需要进攻大陆，只需要坚守本岛，拖住侵略者的攻势。历史上许多弱小的一方都曾凭借有利地形守住家园，让强大敌军陷入泥沼。其次，也有人主张，中国要是全面进攻，台湾早晚守不住，不如省下军费，免得做无用功。这种认知看似理性，实则背离了下组战略的精髓。正因为防守困难，台湾更需要透过强化军备来提高侵略者的攻击门槛。换言之，就是要让对手觉得攻台的成本高到不值得出手。这其实已经在发生。北京高层虽对武统台湾虎视眈眈，却迟迟没付诸行动，就是因为他们深知动武的风险与代价极高。只要台湾持续增强防卫，使解放军每天都在权衡，不划算，那么战争发生的几率就会降低，或至少被一再推迟。甚至还有一种荒谬的论调，到时候共军来了，我就挥舞5星红旗投降，这样他们会善待我。抱持这种想法的人，恐怕对集权政权的现实认识不足。侵略者不会因你的投降就对你客气。一旦台湾落入对岸军管统治，等待人民的多半是高压统治和自由的丧失。我们只要看看近年的香港变局，或者历史上被占领地区人民遭遇的待遇，就知道这种寄望于侵略者开恩的想法有多天真可笑。事实上，许多亲北京的网络舆论对攻台之战存在着天真的幻想，他们中有人鼓吹所谓千船齐发，全民皆兵，仿佛解放军只要出动几万渔船混杂在商船中，就能轻松运载大军渡海。还有人信誓旦旦地说什么解放军特种部队可以潜水、游泳、偷渡上岸，在台湾内部搞内应响应。这些听起来像是小说情节的桥段，在现实中完全行不通。台湾与美国的侦察卫星和预警雷达会全天候监控中国沿海动态，数以万计的船只不可能瞒天过海而不被察觉。而且渔船、民船不具备登陆作战能力，一旦战争爆发，台湾方面不会有丝毫犹豫，无论军舰、民船，统统先打再说。至于让士兵人肉游泳几十公里渡过海峡，更是荒诞不经。别说人，就算泳技再高超的运动员，都无法在海上避开巡逻的舰艇和直升机，更不可能携带武器装备登陆。不切实际的狂想有很多，但正规的战争规则却毫不留情。只要动真格，任何偷鸡摸狗的招数都将被粉碎在钢铁洪流和炮火之下。现在，我们就从天时与地利两方面看看台湾为何易守难攻。首先是地理环境，台湾是一座4面环海的岛屿，台湾海峡天险成了最好的天然屏障。这条海峡最窄处约130公里，不要小看这区100多公里的距离，在茫茫大海上，这相当于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当年国共内战末期，解放军兵锋正盛，却在1949年登陆金门失利后，就再也没能越过金门、马祖，更别说渡过更宽广的台湾海峡。历史上，跨海远征往往充满风险。13世纪，蒙古帝国2次兴兵渡海攻打日本，都因为遇上台风惨败，留下了神风的传说。现代战争科技虽然进步，然而大自然的威力依旧不可轻忽。台湾海峡的恶劣天候更是让侵略者头痛，一年之中只有极有限的时段适合大规模渡海行动。由于每年夏季有台风来袭，冬春季
又有强劲的东北季风，使得海峡经常波涛汹涌。据美国海军的研究，在一年里比较平稳的攻击窗口大概只有2个，一个是每年5月到7月初夏期间，另一个是在10月左右短暂的空当。解放军若想渡海，最好挑在这几个月份，否则就得冒着狂风巨浪的风险出航。如果时机选得不好，海象恶劣，运载部队的登陆舰队可能还没靠近台湾海岸，就因风浪损失惨重。想象一下，在惊涛骇浪中，数百艘载满士兵和坦克的船只颠簸分散，这对进攻方将是场灾难。当年2次大战盟军筹备诺曼底登陆时，就为了天气苦等时机，选在浪较小、月光微弱的清晨突击。对于攻台行动来说，气象条件同样攸关成败，稍纵即逝的天气窗口将大大限制解放军发动攻势的时机。就算解放军成功克服海峡天险，平安抵达台湾岸边，迎接他们的将是更严峻的地利挑战。台湾崎岖复杂的沿岸地形，台湾的海岸线可不是随便哪里都能轻易登陆。据常年研究两岸军事的专家评估，全台真正适合大规模2栖登陆的滩头可能不到20处，有种说法是只有14处主要登陆场。然而这些寥寥可数的登陆点，每一处背后都隐藏着让进攻方头痛的地形障碍，要不是紧邻高山悬崖，就是贴近密集的都市建筑。美国战略研究学者易思安就形容，台湾的沿海地形对防御者而言简直是梦寐以求的天然堡垒。解放军纵使在沙滩上登陆成功，放眼望去不是陡坡就是高楼，根本没有广阔平原让他们长驱直入，取而代之的是一步一险，仿佛踏进层层陷阱。举例来说，北部桃园、新北一带的海岸有几处沙滩被视为解放军可能的首波登陆选项，因为一旦上岸，距离台北首都圈较近。然而这些海滩的背后立刻就是台北都会区的丘陵和建筑丛林，守军可以居高临下，利用有利地形火力全开，而攻上岸的解放军部队反而陷入狭窄地形和密集巷弄，寸步难行。中部的彰化、云林沿海表面平坦，但泥泞沼泽遍布，河川交错，坦克和重装甲车辆稍不注意就可能深陷泥淖，很难快速推进。南部的台南、高雄附近拥有大型港口和沙滩，看似理想的登陆目标，可那同时也是台湾军队布防多年的重地。比如高雄左营军港和空军基地就在附近，一旦有沦陷危险，台湾守军势必会先破坏港口设施，炸毁机场跑道，宁可毁掉也不让敌军利用。攻上南部滩头的解放军很可能还没等扩大战果，就先要面对守军不计代价的反击与焦土策略。至于东部海岸，则几乎无处下手，花莲、台东一线多是山脉直冲海岸形成的悬崖峭壁，没有宽广的滩岸可供师级部队登陆集结，连接花东的公路和隧道又少又易守，东岸简直就是天险屏障。解放军如果绕到东部登陆，只会发现自己进退维谷，被高山和大海夹击在狭窄空间，后勤更难维系。此外，不要忘了台湾还有外围的岛屿防线，比如台湾海峡正中间的澎湖列岛，上头部署有雷达站和飞弹基地，俯瞰整个海域。澎湖本身地势平坦开阔，防守不易，也许北京方面判断攻下澎湖相对容易，然而澎湖守军肯定不会坐以待毙，一旦战事爆发，澎湖的飞弹和火炮会率先对登陆船团予以痛击。即便共军付出代价占领了澎湖，真正的挑战还在后头。台湾本岛距离澎湖还有数十公里，且得到预警的本岛守军早已严阵以待，沿岸火网只会更加密集。反过来说，如果解放军绕过澎湖，直接奔袭台湾本岛，又得承受背后澎湖基地可能对其侧翼的威胁。至于金门、马祖这类贴近大陆的小岛，虽然战略价值不如澎湖，但历史经验早已证明，攻占他们也绝非易事。1949年的古宁头战役，共军就是低估金门守军，结果遭遇惨败。今天的台湾本岛要比金门大上100倍，地形更险，解放军如果连小小金门都曾拿不下，又谈何轻易攻克整个台湾呢？总而言之，台湾的地形结构使之成为一座难以攻破的堡垒。
登陆台湾的解放军将不得不面对多重地形挑战，先是在沙滩上挨炸挨枪，然后要涉过沼泽河流，再爬上山坡峡谷，最后还要进入城市巷战。在每一种地形环境下，防守方都能利用优势予以重创，而进攻方得随时切换不同战术和装备应对。美国智库学者林碧莹就指出，登陆台湾仅仅是问题的开始，后续穿越湿地、山区和高度都市化地带，每一步都需要不同类型的部队和武器支援。而更关键的是，这些登陆部队即使站稳了脚跟，并准备向内陆推进，又该如何维持补给线？漫长又脆弱的后勤补给将是解放军挥之不去的梦魇。从军事史的角度看，跨海两栖入侵一直是最艰巨的军事行动之一。强如拿破仑和希特勒在各自时代席卷欧陆，却都因英伦三岛隔海相望而无法征服。拿破仑曾准备浩大的登陆英国计划，最后因英国皇家海军的强大守卫作罢。希特勒在二战初期也制定过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但由于无法取得制空权与制海权，计划终究流于纸上谈兵。反之，历史上成功的两栖作战往往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二战太平洋战场，美军从1942年瓜达康纳尔岛战役开始，一路跳岛推进，每登陆一座岛屿都需经历血战。硫磺岛战役中，仅面积不到台北市大小的一座火山岛，驻守的日军不到2万人，却让7万美军奋战超过1个月，付出近7000阵亡、26000伤者的巨大代价才攻下。之后的冲绳战役更是变成人间炼狱，美日双方合计伤亡超过25万人。这些战例说明，只要防守一方决心死守家园，即使兵力劣势，也能让攻方付出射人的惨烈代价。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年的硫磺岛、冲绳的守军都缺乏外援，且武器相对落后，即便如此，仍造成攻方巨大伤亡。而今日台湾的防御力量和国际支援远非当年日军可比，一旦作战爆发，解放军承受的伤亡恐怕只会更高。再看欧洲战场，盟军1944年在诺曼底登陆，成功开辟第二战线，是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栖进攻。然而即使盟军在制空制海上均压倒德军，仍付出了至少1万人的伤亡才站稳滩头。诺曼底战役常被拿来与台海做对比，军事分析家普遍认为，如果解放军对台动武，所需投入的兵力规模、后勤复杂度和潜在伤亡数字将远超诺曼底登陆。台湾的地理、设防和反击能力使它比当年的诺曼底海岸更难攻略，难怪有人断言，攻打台湾对解放军而言将是不可能的任务，就像当年纳粹入侵不列颠一样遥不可及。再来谈谈后勤补给问题。军事迷常说，业余研究战术，专家研究后勤，战争打的就是补给线。一支远征部队要征服台湾这样的岛屿，必须维持巨大的海上运输线。解放军如果成功在某处抢滩登陆，接下来就需要不断有后续部队和补给船队跨海跟进，把更多兵力、坦克、火炮、弹药、粮食源源送上岸。这条补给走廊长达100公里，全程暴露在台湾守军和可能介入的盟军攻击范围内。台湾有各式反舰武器，包括雄风系列反舰飞弹、潜艇、鱼雷等，可以对渡海的运输舰队造成严重打击。一旦某批增援船团在海上被拦腰斩断，前线登陆部队将孤立无援，弹药耗尽，伤兵得不到医治，后果可想而知。侵台部队稍有不慎，就可能重演历史上深入敌境补给断绝的惨剧。对比之下，防守的台湾军队却拥有内线补给优势，在本岛机动调配资源相对容易。更要命的是，解放军现阶段的两栖运输能力恐怕无法满足侵台所需的庞大兵力。要想有效占领台湾，有专家估计可能需要投入上百万兵力，而初期至少得有数十万人登陆。不过据外界评估，中国现有的登陆舰船数量一次也许只能投送2-3万人上岸，这意味着第一波登陆部队将极其孤注一掷，他们人数不占优势，却要正面冲击守军数十万大军。如果第一波无法迅速打通港口、机场，让后续大部队登陆，那这几万人随时可能被台湾守军包围歼灭。想想看，台湾现役部队20多万，
后备部队100万计，即使只有一部分投入第一线，也远多于区区几万来犯之敌。除非台湾军民整体溃散，不然登陆的解放军很难长时间撑住。这就像二战诺曼底登陆时，如果盟军只派区几万人上去，却没跟上增援，那也早已被德军赶下海了。为了解决兵力投射不足的困境，解放军可能考虑一些非常规手段，比方说在全面进攻前派出特种部队或间谍渗透台湾内部，企图瘫痪防御系统，或者奇袭夺取机场港口，希望迅速打开运输通道。然而台湾对此类剧本早有防备，重要的港口和机场都有严密防卫和预设破坏计划，与其让敌军利用，不如彻底毁掉。就算少数敌特渗透，也难以瘫痪整体防御网。另一个冒险方案是实施空降作战，派大批散兵直袭台北等关键城市，意图斩首政府首脑，造成指挥瘫痪。但空降作战要成功，有个前提是制空权和奇袭效果。大型运输机群若在台湾上空没有完全压制的掩护，无异于火把。台湾密布的防空飞弹和战斗机会让天空变成绞肉机。事实上，2022年俄乌战争初期，俄罗斯曾派空降兵突袭乌克兰首都机场，结果反被乌军包围消灭，损失惨重。这给世人再次上了一课，没有制空权的空降行动只会自取灭亡。解放军若妄图以直升机或伞兵大规模袭击台湾内陆，也将面临类似的命运。针对中共军力上的优势，台湾近年也调整国防思路，强调不对称作战的战略。所谓不对称，就是以小博大，以弱制强，专门发展能克制敌方弱点的战力。与其投入庞大预算去造同样昂贵的武器和共军拼消耗，不如花小钱办大事，打造一支灵活的刺猬部队。例如，台湾已逐步增加岸置机动飞弹部队，藏匿于机动发射车中的雄风反舰飞弹和天弓防空飞弹能在开战时四处机动，不易被定位摧毁，却能不断偷袭解放军舰队和战机。再如，大量布设水雷和陆地地雷，可以迟滞敌军进攻脚步。配备单兵肩射防空、反装甲飞弹，如刺针飞弹、标枪飞弹的中小型部队，则可灵活伏击坦克集群或低飞直升机。这些轻巧但致命的武器已在俄乌战争中证明威力。乌克兰士兵依靠标枪和毒刺就重创了俄军装甲部队和直升机群。台湾若将全岛变成一只浑身是刺的豪猪，解放军就算登陆，也将深陷万箭齐发的陷阱，处处挨打。美国军方和智库学者近来频频强调，台湾应建立人人皆兵、处处皆阵地的全民防卫构想，把城市巷弄变成迷宫，把高山丛林变成堡垒，让解放军寸步难行。台湾军方也朝这方向备战，例如强化后备军人训练，扩充飞弹产能，务求提升下组力量。当然，解放军并非没有察觉上述种种困难，为此他们这些年来持续进行军力现代化和针对性演练，试图补足攻台战力的不足。例如，中国海军近年来下水了多艘大型2栖攻击舰，能搭载气垫船、2栖战车和直升机，以提高登陆作战的机动性。同时，他们也在加练三军联合作战，包括利用导弹和电子战进行滩岛攻势，期望开战第一击就重创台湾防御。解放军还发展了所谓反介入武器系统，例如东风 21D、东风26等反舰弹道导弹，被号称为航母杀手，目的在于威慑美国航母靠近台海。然而，纸上谈兵终究与实战不同，新舰艇和导弹再多，也要实际运用才能见真章。解放军欠缺实战经验，特别是复杂的跨军种协同方面。美军专家指出，和平时期靠演习很难模拟真实战争的混乱与摩擦，解放军内部自上而下的体制僵化问题也可能在战时成为弱点。此外，再精良的武器也需要人来操作，解放军士兵大多年轻缺战经，能否在高强度战场上发挥装备效能也存在疑问。换言之，中共叛命武装自己并不代表就能轻易解决台湾，他们顶多是减少一些难度，但无法改变根本上的登岛战困境。事实上，有西方分析直言，中国即使再等10年、20年，即便装备再翻新一代，
要夺取台湾仍将是极为艰险的挑战。同时，台湾这边的人心士气和国际支援让侵略者更难得逞。所谓人和，也是战争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台湾人民经历多年的民主洗礼与本土认同，高度珍惜自由生活，并不会对侵略者屈服低头。看看2022年乌克兰如何顽强抵抗俄罗斯的入侵，就能明白，当一个民族被激发出保卫家园的决心时，所迸发的力量有多惊人。乌克兰军民的韧性给了台湾极大启示，弱小不代表投降，钢铁意志可以弥补武力的劣势，台湾军民同样会为了自己的家园奋战到底。相反地，解放军士兵真的敢毫无畏惧地登陆台湾拼命吗？他们大多数是独生子，平时缺乏实战历练，若看到身旁战友大量伤亡，士气能否维持是个疑问。尤其当他们发现台湾人并不把他们当同胞迎接，而是当侵略者痛击时，心理落差将非常大。澎湖的文史工作者陈英俊就说过，我们的士兵都是台湾人，会为保卫家园而战，这就有差。看看乌克兰吧，这种捍卫家园的强大意志将是台湾抵抗的重要支柱。正因为直接登陆作战困难重重，一些军事分析人士推测，北京可能选择其他曲线手段对台动武，例如封锁作战或灰色地带冲突。所谓封锁，就是解放军不直接登陆，而是出动海空力量包围台湾，切断台湾的对外联系和补给航线，逼迫台湾就范。表面上看，封锁行动的风险似乎低于全面登陆，但实际上要真正封死台湾并不容易。台湾有多处港口和空运渠道，国际社会也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台湾被闷死。一旦北京实施海上封锁，美国很可能号召盟国以船团护航等方式突围解围，届时双方交火仍然难以避免。此外，中共也可能祭出网络攻击、电磁脉冲武器等非常规手段，希望瘫痪台湾的电力、通讯与金融体系，制造社会恐慌，再配合假讯息和认知战瓦解台湾民心。然而台湾对此早有准备，政府强化了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民间也逐渐提高对假讯息的警觉。再者，这类软杀伤手段或许能造成一时混乱，但无法夺取实质控制。如果封锁久攻不下，最终还是得回到登陆占领这一步。而在此过程中，国际干预的可能性只会越来越高，战争规模有可能逐渐失控扩大。显然，任何替代方案都无法改变武力犯台的基本难题，只是在不同层面上碰壁而已。北京高层若真动手，原本的盘算必然是速战速决，企图在国际社会有效干预之前就让台湾屈服。然而这种电光石火的剧本几乎不可能如愿。2022年，俄罗斯闪击乌克兰的计划演变成持久苦战，就是前车之鉴。攻打台湾的难度远超乌克兰，一旦开战，很可能拖延数月甚至更久。对中共而言，战事一旦陷入僵局，内外交困将急剧加深，后果比一开始不打更糟。因此，除非他们对迅速取胜有绝对把握，否则难以轻易冒险踏入这泥潭。从目前看来，这样的绝对把握远未形成。也许有些人会问，如果北京当局一意孤行，真的铤而走险攻打台湾，那战争可能会怎样展开？不妨让我们大胆想象一下这可怕的一幕。某年某月的深夜，在台湾海峡两岸剑拔弩张的氛围中，解放军终于下达了攻台行动的命令。首先出手的是飞弹雨，数百枚甚至上千枚导弹从对岸基地腾空而起，呼啸着撕裂夜空，朝着台湾本岛袭来。他们的目标是瘫痪台湾的防空系统、雷达站、指挥中心以及关键的电力和通信设施。台北的总统府、大直的国防部、新竹和台南的空军基地、高雄的重要港口等这些坐标全都在飞弹瞄准之下。瞬时间，台湾各地火光冲天，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此起彼落。不过，台湾方面并非毫无招架之力。早在战争爆发前，台湾军方就已将重要单位分散隐蔽到坚固的地下掩体或山洞中，防空部队也枕戈待旦。一部分来袭的导弹被爱国者等防空飞弹拦截在半空，化作团团火球。即便有一些命中目标，台湾的指挥体系依然保持运作，预备的备援通讯网络立即启用，各地部队依旧稳定联系。此刻，
全台湾从将领到士兵，从正规军到后备民兵，每个人都明白，多年来在演习中模拟的场景终于变成现实，保卫家园的战斗正式开始。导弹攻击之后，解放军紧接着展开空中突击，上百架战斗机、轰炸机在预警机引导下分几路逼近台湾空域，他们企图消灭台湾剩余的空军力量，夺取制空权。台湾的空军战机早在雷达预警下陆续升空，部分从西部基地起飞，部分从东部备用跑道冒出。双方战机很快在台湾海峡上空短兵相接，爆发激烈的空战缠斗。同时，解放军的轰炸机在远处发射对地巡弋飞弹，试图进一步摧毁台湾的防空阵地。但台湾本岛的山区中隐藏着多重防空火力，天弓、霍克飞弹连连发射，一架架来犯的战机中弹坠落，空中交火异常惨烈，双方都有损失。然而中国空军无法全面扫清台湾的抵抗，台湾少数幸存的战机可以转往东部临时跑道起降，防空飞弹车则不断机动，打一枪换一个位置，使得解放军难以全部歼灭，制空权在短时间内仍呈拉锯状态。与此同时，在空战尚未分出胜负时，解放军可能会孤注一掷地出动空降兵和特种部队，企图快速瘫痪台湾的指挥中枢。他们或许尝试以高速直升机和运输机编队绕开主要战场，从台湾的山区或海岸低空渗透，让小股特战人员偷袭重要目标。例如，他们可能锁定台北的总统府和行政中心，妄图生擒台湾政军领袖，以达到斩首效果。在中部，则可能派遣伞兵奇袭台中清泉港空军基地，希望抢占跑道，瘫痪台湾空军的出击能力。然而，这些冒险行动注定九死一生。那些载满伞兵的运输机一进入台湾上空，就被警觉的防空雷达捕捉，多数还未跳伞就被导弹击中坠毁。少部分特战直升机在山区勉强降落，一时得手，但等候他们的是台湾宪兵和特战部队迅速反制。总统府周边早已固若金汤，任何逼近的敌人都会遭遇猛烈火网拦截。或许有极少数敌军成功潜入城市制造混乱，但也难成气候，很快被治安部队围捕歼灭。台湾的整体指挥系统依然稳固运转，并没有因为对方的斩首企图而崩溃。当空降奇袭未能奏效，战局进入关键的两栖登陆阶段。中国沿海早已集结的大批两栖舰船开始向台湾岸边航行，这其中包括坦克登陆舰、气垫登陆艇以及大量临时征用的民用货轮。他们满载着解放军的先锋师团，顶着夜色和残存的烟幕，缓缓驶向台湾西部海岸。数百公里的海面上，黑压压一片，舰艇组成的庞大船团犹如移动的浮岛。然而，台湾方面早已布下天罗地网等待他们。海峡中潜伏的台湾海军潜艇率先发难，一枚又一枚鱼雷从海底射出，击中几艘领头的登陆舰，爆炸火光照亮黑夜。随即，岸上的雄风反舰飞弹部队也加入战团，从沿海山头发射的飞弹高速掠过海面，在运兵船群中开出一条条火路。解放军的护航驱逐舰虽然全力开启防空火力，但面对四面八方来袭的鱼雷与飞弹，仍然难以面面俱到。短短1-2小时内，就有数艘运输舰中弹沉没，数千名解放军官兵葬身大海。其余舰艇一时陷入混乱，船只彼此碰撞，有的忙着救援落水者，有的急于变换队形规避攻击。不过，尽管遭受重创，残存的解放军船团还是咬紧牙关向前挺进。趁着岸上飞弹库区重新装填的间隙，一部分登陆舰艰难地抵达了台湾某处海岸线的预定登陆点。拂晓时分，第一波登陆艇开始向沙滩冲锋。台湾守军早就在滩头部署了密集的地雷和拒马障碍，此刻所有火力一齐倾泻而出，岸防炮、重型机枪、迫击炮甚至反坦克导弹一同朝着接近海滩的小艇扫射轰击。许多登陆艇尚未靠岸就被炸得四分五裂，艇上士兵沉入波涛，也有一些顽强的解放军冲上了沙滩，立即陷入铁丝网和壕沟交织的死亡地带，被一一射倒。沙滩上弹片横飞，血肉横陈，短短数百公尺的距离成了地狱走廊。
经过几轮牺牲性的冲锋，终于仍有部分解放军突击队突破了滩头封锁。他们踩着战友的尸骸，推进到内陆几百公尺处，试图扩大登陆桥头堡。数十辆两栖坦克也摇摇晃晃地从海里爬上岸，加入攻击行列。台湾守军且战且退，把敌军引向预设的包围圈。同一时间，解放军后续梯队的登陆舰随即靠上已部分清理的沙滩，卸下更多兵力和装备。看似他们一只脚踏上了台湾本岛的土地，但严酷的战斗才正要开始。前进不远，解放军便遭遇早已设好的反装甲伏击阵地。随着几声沉闷的呼啸，台湾守军从隐蔽处射出的标枪飞弹精准命中领头的坦克，巨大的爆炸将整辆战车炸得掀翻。后续的坦克连忙开火还击，可四周目标难辨，敌人在暗我在明，完全陷入被动。陆续登岸的几千名解放军步兵开始向附近的一座城镇推进，却发现道路已被破坏，街道上架满路障。原本以为可以很快夺下的小镇，此刻宛如一座死城，但背后却潜伏着无数枪口。刚拐入一条巷弄，前头士兵就被冷不防射出的子弹放倒。一场残酷的巷战展开了。台湾守军熟悉地形，在楼宇间穿插伏击，而解放军官兵人生地不熟，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一排排子弹从窗户、屋顶射向街上的亲军，迫击炮弹从天而降，击中拥挤的人群。解放军在狭窄街区无法发挥兵力优势，反而处处挨打，只能逐屋逐街强攻，伤亡人数与日俱增。战斗持续到黄昏，登陆的解放军部队伤亡惨重，却仍未能完全控制登陆点周边的城镇。他们的弹药和粮食开始告急，伤兵越来越多。更糟的是，原本预定傍晚之前必须抵达的下一批增援迟迟没有登陆上来。此时他们才惊觉自己的海上补给线可能已被切断。事实上，随着白天的交战推移，远方的美国、日本也逐渐展开行动。美军潜艇和日军反舰飞弹从第二波登陆船团集结的海域射来，给了解放军运输舰致命打击。许多载运后续兵力和物资的船只尚未接近台湾，就被拦腰歼灭于海面。没有了增援，岸上的解放军陷入孤军深入的险境。到了夜晚，台湾守军趁士气旺盛、敌疲我劳之际，发动反击行动。他们利用对地形的熟悉，迂回穿插，包围了敌军登陆部队的要害，切断其各据点联系，在各个击破。弹尽粮绝的解放军残部终于支撑不住，开始向沙滩撤退，试图撤回舰艇避难。可此时原本接应的舰船大多不是沉没就是远远逃开，岸边的解放军失去了退路。最后数千名奄奄一息的解放军士兵在沙滩上被四面合围，他们中有的试图负隅顽抗，有的扔下武器投降。战场上一片混乱与凄惨，疲惫不堪的台湾守军望着遍地残骸与俘虏，终于明白他们赢得了胜利。然而整个台湾也付出了惨痛代价，海岸城市残垣断壁，平民伤亡无数。上述这个假想剧本或许略显夸张，但它的每个细节其实都参考了专家们对台海战争的推演要点。例如2023年美国 CSIS 智库进行的兵棋推演表明，在绝大部分模拟中，中国都未能成功占领台湾。尽管台湾守军和美军盟军同样付出不小代价，但最终解放军往往因无法突破防线而退却。更有悲观的推演显示，即便中国勉强得手，也将是一场惨胜。中国海军主力几乎全灭，国内经济崩溃，美日亦伤亡惨重，整个东亚大乱。这种局面对谁都没有好处。无论细节如何变化，有一点是肯定的，武力犯台将是一场惨烈无比的消耗战，没有轻而易举的胜利，只有两败俱伤的结局。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说台湾是全球最难攻打的岛屿时，绝不是妄自尊大或浪得虚名，而是有着冷峻的事实根据。解放军若胆敢踏出第一步，就必须准备承受最坏的后果。台湾退役上将李喜明曾经表示，要让中国明白，攻台将使其付出巨大代价，而且即便如此，也未必能占领台湾。唯有如此，中国才会认知到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办法是和平而非战争。从目前看来，北京当局也确实被这现实所震慑住了，在没有十足胜算之前，不敢轻易发动攻击。值得一提的是，
台湾之所以至今安然无恙，也反映出北京当局在战略上的两难处境。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而言，台湾问题既是他追求伟大复兴历史定位的关键，也是挥之不去的棘手难题。他一方面把统一台湾视为政治遗产的必要部分，另一方面又深知倘若诉诸武力而陷入泥潭，反而可能赔上中共政权的安危。因此，习近平上台以来，对台政策日趋强硬，高调宣示不惜一战的决心，但真正下达攻击命令时，却始终投鼠忌器，裹足不前。从2016年蔡英文上台到2022年佩洛西访台，中共军演频频，台海风云紧张，但北京依然没有逾越最后的红线，就是因为现实抉择太过残酷。可以预见，只要台湾维持足够的防卫能力，并获得国际支持，北京仍将被困在进退维谷的局面之中。或许问题的最终解答，不是在战场上分出胜负，而是在时间与耐心中寻求另一种可能的出路。总之，台湾之所以被誉为地表最难攻下的岛屿，绝非浪得虚名，这背后是地理的险峻、军民的顽强，以及国际形势的制衡共同塑造的结果。我们希望这样惨烈的战争永远只停留在推演和想象中，不要真的上演。正如有人所说，两岸问题的解答最终必须在和平中寻求，而不应在炮火中决定。毕竟，一场对所有人而言都是灾难的战争，永远不会有真正的赢家。